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普京总统拿出废弃的俄乌和平协议，对非洲领导人说打不赢呐，谈判成果毫无意义。6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非洲多国政要代表团在圣彼得堡宫举行会谈，探讨了非洲国家有关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倡议。这些领导人包括南非、赞比亚、塞内加尔和科摩罗联盟总统、埃及的总理、刚果共和国的国务部长以及乌干达的总统特使。在讨论的时候呢，普京拿出一份文件，据说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俄乌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之后草签的乌克兰永久中立与安全保障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呢，俄罗斯从基辅撤军，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引入外国驻军以及核武器。但是在我们履行承诺并从基辅撤军以后，基辅政府及其主人像往常所做的一样，把这一切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普京拿出这么一份文件来呢，很显然是希望非洲的元首代表团能够认识到乌克兰说话是不算数的，哪怕签署了协议也没有执行的可能。实际上乌克兰对于前来讲和的非洲代表团也确实不太客气。就在上个星期，南非总统的随行人员在乌克兰遭到侮辱性的待遇总统的随从不但被脱掉衣服搜身，不允许他们伴随南非总统一起返回。相比之下，中国代表团得到的礼遇还真算得上是罕见的了。俄罗斯目前在国际社会处境很困难，美国动员了自己所有的盟国来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制裁，即使那些没有和美国签署同盟条约的国家，也受到美国的强大的政治压力，很多国家被迫实质性的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只有中国、伊朗、朝鲜这样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才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广大的非洲国家是俄罗斯必须争取的对象。这些非洲国家虽然不倾向于制裁俄罗斯，但是对乌克兰也没有什么反感。当初俄军从基辅撤军确实让人很困惑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军投入了强大的突击兵力，试图一举攻克基辅，采取了多管齐下、分进合击的战术。一方面用强大的兵团沿着公路直插基辅；另一方面动用了精锐的空降兵，占领基辅以南的安东诺夫机场，准备激将大规模的突击部队。但是这次战役并不成功，夺占机场的行动被乌军破坏，俄军无法组织机将从内部开花。从正面进攻的强大的俄军兵团因为组织水平比较低，指挥不力，困顿在狭长的公路上。车队遭到乌克兰小分队的反复的打击和袭扰，损失惨重。很多俄军竟然弃车而逃。到了4月份，俄军的攻势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只好撤走基辅方向的部队，把战争的重点转移到乌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乌克兰方面是绝不可能执行的。况且在草案上签字的仅仅是乌克兰的代表团的成员，并不是国家元首泽连斯基，也不是乌克兰的最高拉达。另外有一些人认为普京并不仅仅是在游说到访的非洲代表团，而是希望能够提醒远在东方的中国领导人。就在普京拿出这份协议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到访了北京，不但见到了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还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布林肯多少放下了他的傲慢情绪，和中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美国就应该这样客客气气的和中国说话，那俄罗斯会不会担心中美关系的缓和呀？所以普京也希望能够提醒中国，作为乌克兰政府的后台，美国人说话是靠不住的。对于美国人的出尔反尔中国不用别人提醒，我们是早就见惯了不怪了。中国完全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对付言而无信的对手。客观现实是，对手履不履行承诺，尊不尊重你，主要看的还是你的实力。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想降服美国这样的安格鲁撒克逊人是不可能的。人家的信条是，打不过的对手才是朋友。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